沈师傅，车子发动机突然有异响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好，我是姓车房小沈。今天我来告诉大家发动机异响我们来怎么修复。下面用到的工具比较多，我就不一一介绍了。经检查以后发现是发动机支架坏了啊，下面我来跟大家维修一下，大家看看。首先我们用千斤顶把发动机轻轻的顶起来。好，你看现在正时齿轮离开这个支架了。现在我们把这个支架拆下来，看怎么维修一下。支架拿掉了，拆掉与支架连接的所有螺丝。好，糟糕，这个支架是因为断裂导致的这个正时齿轮磨这儿了。现在我们只能更换新的了。刚才这条螺丝抛锚了，拧的时间太长了，这个铝的丝扣都挂在这个丝扣里边了，所以强行暴力拆下来了，不然拆不掉。我们把这个支架的下半部分拆下来，发现下半部分带着助力泵，我们把助力泵拆下来。现在我们把助力泵先靠边就行，这个比较麻烦，我们还得把这个助力泵的张紧支架卸掉。由于这个支架牵扯到的东西太多，我们拆着钱就黑了，还得把标尺再抽出来。现在下半部分马上就要出来了，太不容易了啊！断裂了，看，好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支架。这个支架断裂的这个原因呢，我分析了一下，主要是上面这个螺栓固定的不够结实，导致从这个地方断裂。安装一下新的吧。安装的时候还必须把正时皮带拆掉，把主轴螺丝卸掉，把曲轴皮带轮拿掉，然后把下半部分这个正时壳我们拆掉它。拆正时皮带之前，我们首先对好正时标记，这个正时齿上这个豁口对准这儿这个三角，大家看看啊，这个滑件冲着这个曲轴上面这个正时齿轮里边这个滑件，这两个撑齐就行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拆正时皮带了。标记对好了，我们把皮带拿下来。好，我们比较了一下，这个新的跟旧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装吧。这个支架上所有带的螺丝，这条螺丝好像不太好带，其他螺丝都带上了。我要进行对这个螺丝进行轻轻的打磨。好，我们把螺丝打成这个尖儿稍微有一个角度，我们在带丝的时候容易好带。现在顺利的带上去了，把正时皮带装回曲轴皮带轮，我们装回这个水泵皮带轮，把螺丝带紧上好了就行。现在我们把助力泵装回，现在把发动机胶兜装回。好，经过3个小时的安装，我们终于把它安好了。现在我们打着车试一下。现在正时齿轮和支架已经有了距离，噪音已经消失了。造成这个发动机异响的主要原因是那个发动机支架断裂。造成那个支架断裂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个支架螺丝没有扭紧。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建议或问题，在屏幕下方留言。咱们下期再见。